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3年你们在做什么？2023年你们可以期待什么，又可以实现什么？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呢，第一组牌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 South Node Life Stats 南焦点啊，就是说你们2023年一开年其实有一种在还债的感觉，就是你们整个2023年的发展趋势呢是低开高走啊，一上来2023年一开始可能要去处理一些之前所堆积的历史遗留问题啊，可能要还清一个负债贷款，或者说这个还债也有可能还的是某种人情债、学业债。堆积的问题会在2023年一开始的时候彻底的解决掉啊，这样你们才能够在2023年开一个好头啊。最紧要的问题最先解决掉，后面会越来越轻松啊，有一种逢凶化吉的感觉。第二张牌呢是 Lunar Eclipse Change， 月食带来的是这种缓慢的低调的变化，但是你们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2023年和往年有一些不同。就是2023年你们的目标、你们的说话的方式、你们对外展示出来的这种风格，甚至是你们的择偶标准啊，你们的审美都会有一个缓慢的变化的过程。有时你们可能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啊，就是在你们经历了一些人和事之后，你们就像换了一种性格，悄悄告别了从前的自己。所以说2023年它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啊，你们会迎接到一个全新的自我。而且呢，你们身边的人看到你们之后呢，可能都会对你们所产生的这种变化非常的吃惊啊，甚至有的人会好奇你们在之前经历了什么事情，会让你们在2023年看起来如此的不一样，你们会变得真正意义上的成熟起来了。第三张牌呢是 Sagittarius 射手座啊，它带来的是一种活力和能量。2023年你们会告别死气沉沉的自己啊，也就是说射手的这种能量可能会让你们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做一些你们之前一直想做但是又不敢做的事情。射手呢，它其实象征的是一种内在的配得感啊，不仅仅是只能建立在这种从属关系或者说外在的人和事的观念的认可之上，就是说内在的配得感呢，是对自我由衷的认同和接纳，这才是你们最坚固的生命能量的来源。所以说不是说2023年你们会由衷的接纳自己，就是你们会有这种自信啊、从容和笃定啊，这可能会让你们在2023年会去做一些有开创性的工作，就是你们会冲到第一线啊，去克服那些最棘手的、最难解决的问题。而且射手它本身就带来的是一种强大的行动力啊，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在2023年一开年会把之前堆积的问题一口气处理掉。然后呢，第四张牌就是 Part of Fortune Increase 啊。在2023年，它是你们财富爆发的一年，就是你们在2023年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本身就能够给你们带来大量的这种物质的增长、财富的增长，可能需要你们做一些选择题啊，而且这个选择题不是简单的选择题，它是那种金钱和职业上的大转变，但是呢，你们可以搞定它。而且呢，这张 Part of Fortune Increase，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2022年可能经历了一个极致的收缩。所以说在2023年你们会重新开始扩张自己，你们的人生它是有周期和起伏的。2022年是极致低迷的一年，2023年必然会爆发，它是蛰伏和积累能量之后的一次彻底的释放，尤其是在金钱的能量上面啊，你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别人所看不到的机会，又因为你们有很强的行动力啊，所以说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盈利迅速的放大。2023年一年，你们可能赚到的钱就相当于别人10年甚至是20年才能够积累到的财富啊，你们可能会赶上某个风口。所以说这张战车啊 Chariot 啊，2023年它是一个高歌猛进的一年，你们要么在工作上会升职加薪，要么会自主创业，然后事业上面迎来一个大的爆发。所以说2023年不用想太多，一口气往前冲就可以了，能够帮助你们这种冲劲啊，能够帮助你们克服或者说完成很多之前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这一张 Page of Swords， 这张 Page of Wands 啊，权杖侍卫啊，它是一种
就是磨练自己的某种核心技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说这个权杖侍卫就是你们在2023年要打磨自己的一个核心技能啊。抽到这组牌，其实你们是有着某种核心的技能和能力的，就是你们要把自己的这种能力利用到极致啊。2023年你们会一边打磨自己啊，一边往前冲，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你们的手上呢是有一把能够上阵杀敌的武器的，可能是你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或者说语言表达能力等等等等。这种核心能力还会让你们在2023年有一个质的飞跃和提高啊。第3张牌呢，权杖10。2023年一整年，它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吧，就是你们整个人在负重前行，有一个很坚定的目标和方向，你们在朝着那个方向往前走。权杖10给我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啊，好像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们背着沉甸甸的责任，还有对于自己的期待，一点点的朝着那个大的目标靠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看到沿途有很多非常美好的风景。而且呢，这个权杖10啊，你们负重前行的过程当中，不要总是盯着诗和远方啊，也要发现，在眼前的这样的一种琐碎的生活当中啊，它隐藏着很多的美好。先把眼前的苟且活成一个个精彩的瞬间，这个时候无数个精彩的瞬间才能够组成未来那个更远的诗和远方啊。那么这张皇帝牌呢，皇帝的话呢，2023年很明显你们会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们有着很重要的某种身份，掌握一个很重要的权利。而且皇帝的话，你们会主管某件事情，主导某件事情的进行啊，就像是在一艘船上的一个舵手，你们会掌管着这艘船前进的方向。皇帝的话呢，你们在2023年思考的事情和问题也都不一样了。之前你们可能是在一个局部当中去思考着某种最优解，但是呢，2023年你们会在一个更高处啊，从一个全局去思考一个问题的最优的解决方案和策略啊，可能还会有很多人来追随你们、关注你们。所以说这张皇帝就意味的是你们会在某个领域变得非常的有影响力。而且呢，这张宝剑侍卫啊，2023年宝剑侍卫它是有一种很干净利落的能量啊，你们手上的这把宝剑能够帮助你们披荆斩棘。而且宝剑侍卫啊，2023年你们会很轻盈，被一些东西所束缚啊，你们的思想非常的自由。宝剑侍卫他的思路是很清晰的，就是说2023年你们会制定一个关于未来3到5年的发展计划，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啊，在推动着你们事事都要先人一步。所以说2023年可能别人都在忙着眼前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已经想到或者说规划到了未来3到5年之后，你们要怎么发展自己，怎么来塑造自己啊。那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3啊，还有这张星币9啊，其实呢，权杖3的话，意味的是2023年会有一个手持权杖的贵人出现啊，他们会看到你们身上的这种能力，或者说你们的某种特质非常的吸引他想要投资你们，助你们一臂之力，或者说会和你们有一个合作。权杖国王的能量会很强势啊，他可能会提出一个让你们无法拒绝的条件啊。权杖国王在2023年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能够打开你们的视野和格局，就是说你们在2023年的这样的一个会有一个瓶颈期，并不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们的思维受到了局限。当你们感觉自己思维受到局限的时候呢，这个权杖3就会出现，来打开你们的视野，带你们去到一个更高处。所以说权杖3呢，它其实就暗示了你们在2023年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达成啊。那我们抽到的这2张牌，一个是星币9，一个是星币骑士啊，就是说2023年会有一个星币骑士出现。这个星币骑士还有这个星币9给我的感觉就是一部分人你们可能会在2023年去筹备一件很重要的人生大事，就是你们的婚礼。而这个对象呢，就是星币骑士啊，他会和你们成为彼此的人生伴侣啊，两个人都有一点白手起家的感觉，有着相同的相似的经历，他会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啊。而且呢，星币骑士他手上的星币会向你们发来一个邀请啊，这个邀请会非常的有诚意，可能会给你们一大笔钱，或者说一个物质上的馈赠，能够让你们变得富足起来。就是说这个星币骑士它能够给到你们很强烈的这种现实层面的安全感，或者说呢，它给你们的是这种物质现实层面的安全感，或者说呢，这种物质和现实层面的安全感会带给你们一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所以说你们很有可能会通过这场婚姻实现一个阶级的跨越。
而你们过去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呢，都会变成你们自身的勋章，它是你们成长的一种见证啊。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遇到懂你们的、和你们惺惺相惜的这个人啊，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携手走下去。所以说，从整组盘面上来看，2023年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前冲。如果有梦想就去追啊，追梦的人呢，如果你们能够把这种梦做到极致啊，你们会从一无所有变得应有尽有。而且呢，你们在逐渐拥有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它比你们最后能够真正拥有什么东西，它是要更加的充实的，或者说能够带给你们更多的满足感。所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你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看到那些正向的反馈，看到你们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好的自己。所以说，这组牌它也给我一种很强烈的这种人定胜天的感觉啊。当你们拥有了这种人定胜天的信念啊，会让你们真正意义上的具备这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呢，第二组牌我们抽到的这4张牌是你们在2023年会做的一些事情啊，可能是你们的职业，可能是你们的副业，也有可能是你们的一个爱好。4张牌代表的是4件不同的事情。第一张牌是 healer 啊，你们会成为一个疗愈者，你们可能会疗愈到一些人，在一些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可能会做一些能量疗愈、心理疗愈这样的一个相关领域的尝试。你们可能会看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啊，你们天生就有这种想要疗愈别人的冲动。你们会感觉到，当你们能够在心理层面上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它会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而且你们之前也做过很多的尝试啊，曾经开导过或者从心理上挽救过很多的人。而第二张牌呢 support 啊，你们会收获到一种支持啊，来自于身边人对你们的一种认同。就是说，你们在2023年做的这件事情，在你们得到周围人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之前，他们可能是持一种反对的意见的。但是当他们看到了你的这种热爱和坚持之后啊，他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反而转头支持你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所以说2023年有很多额外的力量来自于你们身边的人给到你们的这种支持。2023年呢，你们可能会去尝试一些不被理解的很小众的领域啊，很特殊的职业。而且呢，我们抽到了这2张牌，第一张牌就是 artist， 相当一部分人你们可能会在艺术领域去做一些尝试，或者说崭露头角，你们会创造出一些能够打上你们自己印记和标签的作品。The artist 它的定义是非常广泛的，你们要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说设计一个作品，甚至你们自己它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啊，你们会更大胆的去展示自己啊，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变成一个艺术家，在2023年完成那个很重要的作品。而且第4张牌 author 啊，他是一个作家，就是说你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可能你们有这种文字创作的习惯，甚至是热爱，你们对于文字有着很敏锐的感知能力啊，可能会在2023年去尝试出版自己的书籍或者说文章啊，尝试着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通过文字去展示出来啊，或者说通过互联网发表出来。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呢，可能在2023年会尝试一些心理疗愈啊、心理咨询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你们不是说成为一个被服务的对象，而是说你们会成为一个创造者，你们会创造出一些价值，或者说提供一些服务给别人。而且呢，可能还会涉及到自媒体啊、互联网等相关领域的工作啊，都是一些比较新兴的行业，不是那种死板教条的循规蹈矩的行业啊，充满了自由和想象力啊。并且呢，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Wheel of Fortune 啊，命运之轮，你们会在2023年看到自己未来的命运啊，能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那个令你们忐忑不安又有一点期待的未来，他们是明亮的。所以说这个命运之轮呢，就是说你们会在2023年感受到你们的命运会驶向何方啊，就是命运的剧本会给你们一些信号，让你们踏上一个正确的人生轨道。
第二张牌呢就是 Three of Cups 圣杯三啊。这个圣杯三呢，2023年可能会有2个人出现，这2个人呢，你们都能够在这2个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你们能够在这2个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啊。一个人的年龄比你们大，是你们的长辈；一个人的年龄比你们的小，像是你们的妹妹一样。你们3个人可能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核心的团体，非常的有默契，而且3个人的特质是互补的，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携手去完成它。3个人分工明确。2023年你们会摆脱那种单打独斗的状态，进入到一种团队合作的模式当中。而第三张牌是 The Fool 啊，愚人牌啊。2023年很特别啊，你们不会去特别给自己做这种计划，而是说走到哪算哪，随心所欲啊。而且呢，愚人的话，你们会完全的交由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来引导你们往前走啊。2023年你们会放弃控制自己的人生，有一种随波逐流的感觉。但是呢，这绝对不是摆烂，而是说一种很高级的人生智慧啊。因为你们很明白，你们越是想要控制人生，人生就越不受你们的控制。一旦你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控制，反而能够更快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说这张愚人呢，就是2023年你们会漫无目的的往前走啊。当你们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们走过的那条路反而是捷径啊。所以说命运是很奇妙的，你们越想要抓住它，你就越抓不住它。但是你们越是能够顺其自然啊，命运反过来还会追逐你们。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The Lovers 啊，爱人牌，就是说你们在2023年的感情上面会尘埃落定啊，2棵树紧紧的缠绕在一起。2023年你们可能会完成一件人生大事，可能会和一个人走入到婚姻当中。2棵树在同一片土地上扎根，就是说你们2个人可能不仅仅是伴侣，还是事业上的伙伴啊，利益共同体。而我们抽到的这张 Temperance 啊，节制啊，节制它是有一种能量的切换在里边的。2023年你们追求的，其实你们要追求的是一种中庸之道啊，就是遇到的事情随机应变啊，动态的调整自己的能量。其实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呢，其实你们的工作它是需要很多的灵感、创造力还有想象力来驱动的。所以说2023年可能你们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把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灵感和想象力显化出来。你们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发呆，然后有很多奇妙的灵感会击中你们啊，会让你们创造出一些很伟大的作品。那么这张皇帝牌呢，就是有一个人会在你们的身后注视着你们啊，一个领路人会在2023年出现，他会在2023年你们即将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给你们指明一个方向，可能几句话就能够解开你们一直以来的某个困惑。而且呢，这张 Queen of Swords 啊，宝剑女皇啊，你们手上的这把剑代表的是，虽然说你们在2023年会随心所欲的往前走啊，但是你们内心当中是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你们的。这种信念它是一种永不放弃的信念啊，一种关关难过关关过的坚韧啊。生命可能会不断的折断你们，又不停的修复你们。当你们习惯了命运对你们的考验之后，你们会自然而然的有一种千磨万击还坚劲啊，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从容啊。这个时候的你们就是无坚不摧的。而我们抽到的这张 Six of Cups 啊，圣杯六啊，就是你们在2023年会遇到一个同样浪漫的、充满想象力的人啊，他们会和你们，可能你们甚至都不需要这种语言啊去表达和交流，就有这种默契啊，一个眼神就够了。2个人既可以是海上明月，也可以是人间烟火啊。就是圣杯六这个水象特质的人呢，你们2个人会很安静的，就是能够待在一个空间当中，会有一个结合啊。这是一段随时都可以宾至如归的感情。就是你们2个人会在彼此身上看到一些相似的特质啊，就会像家人一样，给到你们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能够让你们真正的安静下来啊，能够让你们的心定下来。所以说2023年呢，简单概括的话，你们在2023年会重新找到自己的秩序和节奏，找到那些最重要的事，找到你们爱的人，然后去做那些最重要的事，去爱最重要的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呢，第3组牌呢，2023年你们应该还在学习啊 ，study 啊，它是一种深度的沉浸式的学习。可
可能是为了某个考试而冲刺，或者说你们仅仅就是对某个领域感兴趣，而特意空出大片的时间来学习和深入的研究。那么第二张牌呢 ，Light and Love。2023年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呢，可能是会涉及到一个很宏观的、很大的目标或者说主题，荣誉、爱情，还有一束光。那这束光 Light 就是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理想。23年其实你们就是靠着内心当中的那种信仰，让自己坚持下去的。23年你们会得到很多的爱，也会分享很多的爱。这种爱它不仅仅是爱情啊，也是亲情之爱、友谊之爱，它是一种信仰和心态，也是一种精神力量。23年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坎，需要你们迈过去，需要你们保持对爱的信念，激发爱的力量。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些难关啊。在我的个人经历当中呢，很多次都是借助这种由内而发的这种爱的力量啊，从人生的逆境当中走出来。所以说第三张牌 Spiritual Teacher。2023年其实你们会做很多，会尝试着去做很多灵性的修行冥想，或者说你们可能会找一个老师来引导你们。23年呢，它是你们灵性智慧开悟的一年啊。抽到这组牌，可能很多人你们都会对这种灵性的修行感兴趣啊，会冥想啊，或者说精神疗愈啊。23年你们可能会初步的去涉足这些领域，并且从中得到力量和疗愈。第四张牌呢 Travel。23年是动静结合的一年啊，就是你们不仅仅会尝试着从内部啊得到让自己精神丰盛和富足起来，也会尝试着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Travel 可能会有很多说走就走的旅行，去到新的环境当中啊，出门远行、外地的工作还有移动啊，你们不会被卡在一个地方，通过移动带来经济上的脱困，或者说内心的探索。不断的更换你们所处的环境啊，换环境就是换心情，换环境就是换运势。23年可能你们会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会了解很多的风土人情，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说这张圣杯3呢，你们23年会参加很多的活动聚会，积极的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啊。我觉得23年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你们不会仅仅的停留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而是向外开拓自己的边界。你们的认知、见识和阅历都会被大大的扩展。那么宝剑3呢，它代表的是在2023年你们做的某一件事情一开始会一波三折啊。3把宝剑就是说你们一开年啊是一个地狱难度啊，某件事情的推进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或者说你们要同时处理3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说这张宝剑3，包括这张宝剑8。一开始你们会被困住，可能说也是23年的一开年会延续22年的一个这种很困顿的状态，感觉自己被卡住了，被一些很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债务啊、混乱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不那么有利于你们的这个发展环境所困住啊。你们周围的宝剑代表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你们会束手就擒啊，因为你们在23年一开年会逐渐的抽丝剥茧啊，就是不会被这些问题所吓到啊。这些问题本质上它是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其实单独拎出来都没有那么可怕。23年可能一下有很多事情向你们涌来，会让你们有点手足无措，被困在原地啊。你们要学会把那些问题一点点的拆解，然后逐渐的抽丝剥茧啊，把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然后找到最关键的那个环节，然后一举击破啊。其实这些问题它都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你们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连根拔起啊。并且呢，23年啊，星币骑士啊，会有一个骑士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啊。星币呢，它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好消息它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说这个星币骑士可能会给到你们一个物质上、金钱上的回馈，也许是你们一直心心念念想要的一个东西啊，你们终于有能力得到它了。而且呢，这个星币骑士手上的星币，它代表的是这个好消息呢，是你们在推进某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啊，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这个过程之后，你们所得到的应有的回报。所以说23年你们可能会做出一个不顾周围人的反对，义无反顾的踏上一条属于你们自己的追逐自我的人生旅程，头也不回的往前走去。23年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
它是你们实现自我突破和人生价值的一年。权杖3呢，其实这张牌我感觉到啊，你们终于可以在23年做自己的主人啊，它是一种信号和标志。所以说这是23年，它是一个有标志性的这样的里程碑的一年。23年你们开始自己拿主意了，或者说自己做决定。23年是你们真正意义上实现独立的一年啊，经济独立、身份独立、生活独立、思想独立啊，各种意义上的独立。你们会在这种独立当中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那么这张宝剑女皇呢？宝剑女皇它其实，你们在23年，你们手上的宝剑代表的是你们的思维会异常的清晰，非常的有条理啊。每隔一段时间会专门梳理自己未来的这种规划、人际关系。总结你们当下的这种优势，如何利用优势去盘点你们现在所拥有的资源啊，不断的复盘啊，总结。宝剑女皇就意味着是在23年你们会走上一个正轨啊，会快刀斩乱麻的做一些决定。你们不会把过多的时间花在做选择上面，你们会努力的把你们做出的那个选择变成正确的选择。所以说2023年的这个主旋律呢，它一定是努力、独立还有成长。经济独立、身份独立、人格独立啊，你们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啊，在这个社会当中。而且呢，这张 Strength 力量牌啊，它是一种阴柔相济的能量，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就是说，23年你们会确立一个远大的目标，你们内心当中的那头狮子已经在逐渐的觉醒了，说明23年你们会真正明白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所以说23年你们会重新可能说回到之前的那种叛逆期啊。这种叛逆呢，是你们会从内部打破自己，然后进行一个自我重组、自我重构。23年，无论是你们的事业还是学业上，都会焕发出第二春，重新找回你们最初的那种活力和能量啊！而且呢，正是由于那种外部环境的压迫，反而能够更加激发出你们的这种竞争意识。所以说，你们可能会在一个比赛、考试或者说选拔当中脱颖而出，甚至你们会爱上这种竞争的感觉。23年你们会明显的感觉到你们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而且呢，我们抽到的这张女祭司，你们在23年会一边融入到人群，一边又会和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你们会留给自己一些很私人的独立的时间和空间来沉淀自己。女祭司的话，23年你们可能会学习一门新的技能，涉足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女祭司呢，你们在23年会有很强烈的第六感，你们内心当中的一个声音会帮助你们做出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和判断。而且女祭司在塔罗当中呢，她其实是一个神职人员，担任着某种既神秘又重要的岗位啊。就是说23年你们在事业发展上面可能会有一个身份上的转变，你们的工作会有调整啊，可能会接触到一些更为核心的机密的商业信息，你们会在一个很关键的岗位上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啊。而且呢，这张女祭司她给我一种不动声色的善良，就是你们的身上有一种很冷清的气质，你们会和这个世界刻意的保持一定的距离啊，不掺杂过多的情绪啊。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冷漠，只不过你们很清楚，你们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把你们的柔情留给那些最重要的人，那些值得你们爱的人，那些爱你们的人。女祭司她其实有一种通透，就是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都不强求啊，顺其自然。但是呢，不会因为自己的这种佛系的心态就放弃任何一件事情，也不会放弃这种努力的空间。你们还是会去做，但是不会去强求结果。这就是你们2023年能够实现或者说达到的一种最好的状态。在经历过2023年的这样的一种历练之后啊，你们可能就会顶住压力去做一些选择和改变，熬过去就可以海阔天空啊！只要能够通过这一关，那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啊！请记住，未来的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